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桌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五哥好，大家晚安。前民众党中央委员赵应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对国内所有人来讲的话，你沉浸在大罢免氛围，今天那有任何哪一个区会让你觉得说，那对于国内整体的氛围有什么影响吗？好，大家会讨论到，好，譬如说，新店罗明才委员那一区，除了补件，那补了2000多份以外，那中间发生一些事，包括他的服务处主任这些，被羁押禁见。那为什么会羁押禁见？在这个时候延烧出来的一切的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也看到了，包括副根据委员今天交通部长到花莲去考察，那当然这一定包括交通委员会安排花莲的考察，考察的过程当中，包括副总召，然后包括民众党委员，然后跟交通部长之间那直接的一些的对口，有人说，那这一切都是为了大罢免吗？好，那所有这些一路往下烧，又会烧出怎么样？那赖清德总统包括讲到了10讲，那接下来还会有第3讲，但第2讲中间一个就是去掉杂质的这一块，那还是引起国内非常多的一些讨论。那接下来我们要往下讨论前，亮君可不可以先问一下？因为内政部跟警政署都有讲说，在整个大罢免的过程，如果有任何人遭受到不管恐吓啦或什么，一定要严查严办。那媒体上报道，那你被恐吓的那个案子，到现在有什么新的进度吗？目前其实有点焦灼，因为从上个礼拜我接到这个恐吓讯息之后，后来呢，警方有查出来这一名恐吓的这个匿名的这个账号啦，那他 IP 位置是在香港。那在香港其实有2种可能，一种真的是在境外，另外一种他人在台湾用跳板的方式。而且我认为人在台湾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后来我报警之后，这个人仍然有持续传讯息给我，他就说我知道你报警了，但是报警没用，我随时出境之后，我就可以来散布这些影像。那所以我认为他其实是有在关注台湾新闻，所以在台湾的几率恐怕是蛮高的。那第二个就是警方也有向这个脸书公司来去申请说，这个当事人他的申请 FB 账号的相关资料，但是目前到目前为止，脸书都还没有回复啦。因为据说脸书如果要去回复这一些刑事警察局相关案件啊，据说啦，平均都要半个月以上。所以确实现在目前追查的状况是有点焦灼。OK， 因为最近发生你说像正浩的一些事情啊，那当然还有像台北市议员许淑华议员也有收到恐吓的一些东西，所以亮君在那个安全方面有没有特别做一些？好像正浩可能你说会不会有随护啦，类似这些，那有没有特别考量一些安全的？目前大概就是我尽量都出去跑行程都有助理陪同，okay，但是有些时候真的还是会有一个人，其实确实还是比较紧张，就是基本上就是提高警觉啦。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常在暗处，他们用这种恐吓的方式，其实就是要让你心生恐惧。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应该要正面以对。那当然每个人都提高警觉，不是害怕，而是提高警觉。面对这样子的威胁，我觉得大家就更应该要勇敢站出来。OK， 那亮君是勇敢的，因为整件事情然后揭露出来，包括你看到警政署、内政部都说，如果有任何涉及到这些的话，要严查严办。今年已经是2025年了，好吧 ？OK， 那在一个实施民主的过程当中，台湾走了这么多年，像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大家也在等着看，那后续到底会是怎么样 ？OK， 好，那这些事情一路延烧，对于整个氛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已经达到，因为7月26要投票，已经达到任何一件事会不会就牵一发动全身？会不会有这样一些事情？好，来一善，我们就从罗文才委员这个选区开始看，没错，因为。这2天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他有3个人被声押，但是2个羁押，1个交保。没错。那这个交保这些整个人，罗明才委员也喊冤啊，他是我喊冤说你们每一次选举就把我拿出来打，然后他甚或直接讲，他太太都跟他讲说叫他不要讲话了，他觉得他才被霸凌呢。昨天晚上这最新讯息啊，就是罗明才的主任跟罗明才办公室的助理2个人被羁押，有1个助理被交保了，而且交保的还设定条件哦，设定非常严格条件说。禁止与本案有关的相关人等讨论本案，而且不能删除所谓的手机对话，表示检方已经掌握了部分的手机的对话的内容，所以请他不要删除嘛。另外，以上如果有违规的，我还可以再申请羁押1次哦。所以这整个对于所谓的这个案情的侦办，就是针对所谓的罢免
陈乃瑜的相关的这个伪造文书的案件嘛。啊，谁去踢爆的？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小女子啦，小女子4叉猫去踢爆的，我们都这样称她小女子啦。她说她不小心检举，我觉得她是说，我觉得是应该事后才说不小心检举，因为她也会害怕嘛，她也心生恐惧啊。她现在都说啊，罗明才是正义的一方啊，在她脸书上面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去检举，结果真的侦办了，侦办之后还羁押了，她根本就是超越钟小平的小女子啊，叫做不只是1级爆破式，叫做超级爆破式。所以现在网络上都关心她的安全，跟亮君一样啊，关心她的安全啊，说你会不会被关到猫笼里面去？因为那是4超猫嘛，没有狗笼，所以要有猫笼。猫笼那么小，怎么关它？所以要准备大一点的笼子哈，最好还有网路线，它可以开直播来抖内哦。所以啊，整个的事情这样被踢爆之后，当然会引发所有人的相关的恐惧嘛。那为什么说会恐惧？因为包含陈乃瑜，我们跟陈乃瑜都是好朋友啦。乃瑜在3月我跟他吃饭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在被约谈到，不是被约谈了，就被约去堂口里面去谈话的时候，竟然说啊，如果你要罢免我们罗明才委员的话哦，我们也可能会去罢免你，然后所以才有伪造文书这件事嘛。另外来说，你要注意一下小孩的安全越说你不叫人家注意，人家不会注意；你越说人家要注意安全，人家就越生恐惧嘛。而且它是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所谓的帮派的堂口，因为我们说真的，议员都知道哪些地方它代表是哪些的势力的范围嘛。我们没有说它违法，但是就是有一定的势力范围的地方去找你去谈这件事情，而且叫你不要去罢免罗明才，而且说要罢免你，而且会对你的人身安全造成他心理上面的恐惧，这些都是陈乃瑜说在3月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的。那时候我给他一句话：你不怕，他才会怕。果然在昨天，他们不只是被声押跟羁押嘛，伪造文书的这个违法的事实，另外就是他们送出了2035件。进入到第3阶段嘛，可以肯定的是说，因为他们只缺了600多件吧，500-600件，那送了2035件，等于是超出了这个3倍到4倍，应该第3阶段没有问题。所以罗明才昨天也在开始喊冤嘛，因为他知道他会进入到第3阶段的投票，所以啊，他也去找了观世音菩萨去拜拜，说啊，观世音菩萨有指示我。叫我今天不能唱歌啊，因为他唱歌会出事。等一下我们请小玉来唱一下，为什么他唱歌一定会出事啊？唱歌的部分就交给小玉了，所以他今天不唱歌，他这条歌要等到8月23票。开票结果才出来唱嘛，当然我们罗明才要唱什么歌不知道，但是罗明才其实已经自证了自己了，他说我不能选择出身，表示他对于自己的出身非常清楚嘛，他的父亲就是罗福柱，而罗福柱就是台湾第1大帮派天道盟的创办人之一嘛，这个在网络上大家都可以查到这个资料，他过去当立委的时候，在立法院里面的恶行恶状，大家都有耳闻嘛，没有看到新闻也有耳闻，所以大家都知道他的出身背景。而我要说真的，我也不是帮罗明才讲话，这种事情也不用罗明才直接交代指示啊。我也相信朱立伦不会交代他下面的人去伪造文书了，一个眼神。迪亚都去做啊嘛，一个眼神，主席没有交代，党部主委、党部的书记长就去处理了嘛。这个就是国民党整个的文化，包含罗明才也是一样。我相信罗明才没有指示他的小弟去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小弟看到他的老大要被罢免的时候，会不会干这些事情，才是问题的焦点嘛。所以为什么罗明才你执政了30年了，当了立委8届啊，罗8届啊，这不是我说的，是我们的花莲傅昆萁带他去见王沪宁的时候，介绍罗明才说，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他不姓朱啊，他姓罗，他叫罗8届，因为姓朱叫猪8届，所以他是罗8届，当了8届的立委。包含他的爸爸罗福柱当了2届的立委，30年在新店的深耕。到底为什么新店人今年有勇气站出来？他们看到的事实，讲出他们心里面的恐惧嘛？这些才是问题嘛！志工琪琪啊，我说他们有一个霸团，有一个志工琪琪，还拍了一支 CF， 这个非常有名的导演，广告导演，义务帮他们拍的。他说他本来戴着口罩，因为他们在街上联署的时候不敢真面目去面对人。那个琪琪在一场记者会里面说，他把口罩摘下来说。我们要先勇敢起来，新店人才能勇敢起来。
因为你知道这场罢免在新店地区有多么艰难，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站出来去做这个联署的动作，因为他们怕遭受到陈乃瑜，连陈乃瑜当为一个议员他都会恐惧了。那你说其他的新店的公民会不会恐惧？当然是会恐惧。所以琪琪说，我们要先勇敢起来。他们才会新店人才会勇敢起来，所以这一场的罢免运动，即使失败了，我都觉得新店人已经勇敢的去对抗30年来他们内心的恐惧。小雨，本来说是到一个什么寺庙啦，还是什么，后来是陈乃瑜自己在他手上说没有，是堂口，不是寺庙，对，是他自己在更正这一块。可是刚才易善在讲那个过程的时候，你如果看那个，包括陈乃瑜他自己讲这些的时候，尤其做娘的，听到人家没事跟你讲，哎呀，知道小孩在哪里，然后哎你自己要注意安全，我说你们好啦，这怎么？说实话，大家都知道那个意思，但是我再讲一次，现在是2025，对啊，在台湾呢，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你很难想象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刚刚也跟小五哥开玩笑啊，就说那律师只能保证我们不进牢了，不能保证我们不进狗笼啊，对吧？对，刚刚开玩笑啦。不过你看刚刚看易善刚刚也是讲了半天，也是说我相信罗明才没有指使小弟，他也是讲成这个样子啊，对啊，伊嘛是会惊啊，对吧？好了，那回过头来，我先讲一下陈乃瑜这一块啦，因为我访问过他，那当时我们俩在节目的时候。其实我看他讲到那种泪眼婆娑，其实我可以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啦。那事实上他是讲说他那个堂口其实就是那种办公室嘛，就是办公室啊哈。那有的可能是公庙或什么的哈。那他说他那天被找去哦，那找去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个地方人士算是软硬兼施。一开始呢，先来给硬的啊，就是说他就是先放一叠这个罢免书在这个桌上，说你自己看着办。哦，就先来硬的，然后呢，他硬的完之后呢，又开始来的软的。哎呀，我是为你好啦，哈，哎，我不是恐吓你哦，我是为你好哦。你小孩这么小啦，哈，所以你小孩读哪里哦？他要把小孩的这个读哪里的那个国小名字都讲出来，然后就说哦，那这个我是为你好哦，哈，你就看得出来是软硬兼施嘛。一方面哦，就先拿着棍子，拿着罢免书放你旁边，然后一方面就跟你讲说哦，这个我们也是关心你啊，这样子哦，你这个年纪还这么轻啊，哦，要自己要想一想啊。多注意自己的安全，所以你说这个不是恐吓，什么才是恐吓嘛？那你对于陈乃瑜来讲，为什么当时他会讲到哭？他就说很多人知道他的状况之后，他也是跟蛮多人分享啦哈。那大家都说，那你的这个小孩要不要先放到公婆家，或是放到爷爷奶奶家，或是就说你们小孩要不要先搬？那但是他很悲痛，他说这里就是我的家，新店就是我的家。那他们要搬去哪里呢？那但是他很悲痛，他说这里就是我的家，新店就是我的家。那他们要搬去哪里呢？所以他就是讲到悲从中来，所以他还跟小孩子讲说，过马路啊都要牵好手哦，要在这个家长的这个视线当中。所以他就说他晚上的时候哦，他说他好几天都没有办法睡觉，他已经精神压力大到没有办法睡觉，后来还要全家人晚上4个人都睡在一起，然后就是看着他小孩，他就是眼泪会一直掉，这样你就知道说做母亲的。他那时候讲到哭，我觉得我是非常可以感同身受啦哈。好，那回过头来，你就想说一个议员哈，他只是一个菜鸟议员，那竟然也是这样子被针对，那刚好怎么会这么巧？这件事情哦，就是罗明才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哦，有牵涉在其中，还2个哈，2个被羁押。他们牵扯的是要去罢免他。然后呢，伪造文书涉及到伪造文书啦，但是这些地方人士哦，那为什么就同样也是因为陈乃瑜在罢免罗明才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用力的哈。那回过头来，刚刚讲到唱歌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今天罗明才在这个立法院的回应也蛮有趣的啦。他就说哦，因为他昨天有去拜这个观世音菩萨，好，那观世音菩萨他觉得慈悲啦，慈悲为怀，所以他今天就不唱歌了。对，我想说，你观世音菩萨跟你唱歌有什么关系呢？对，后来我有网友就很有才，就说对，丽亚你还是不要唱歌，因为有一首歌叫《金包银》呐，哈，阮那是假讲话。
是吧？两边的出呆机，他只要一唱歌，真的就出事哎哈！你想想看，不要不信邪，他第一首歌唱的是什么？我不同意罢免，我不同意罢免。第一首是对啊，两只老虎嘛，对啊。其实他还有第一首啦，他第一首还有啊，团结就是力量。在第一人在地检署前面。对，但这首歌没出代有啦，黄绿也被，但是这首歌没事，这首歌没事啊。他的第一首歌是我不同意罢免，我当然。这个唱完了之后，这个吴柏伟啊，就遭受来地方人士要约他去乌来喝茶啦，要约他去深坑喝茶啦，就开始有介绍一些恐吓的讯息，就很好笑。他第二首歌啊，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这个唱完之后呢，蔡家马上这个房子就有人要被拆了，而且6点半就要被拆了，这样，所以他真的还是不要唱歌，因为他一唱歌呢，真的两米都出呆机。对，我觉得，而且他自己也讲啊，妈祖只是慈悲为怀，他就不要唱。至少我解惑一下啦，他今天本来要唱第3首歌，他第3首歌是要唱《感恩的心》啊。对，但是他说这个可能要等到罢免完之后他再来唱。那最后我要讲啦，其实最近的包括有3件事情嘛，你看一件是陈乃瑜的事，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拔萝卜的领衔人这个吴柏伟 Roger 啊，他也我第一次也没有看，第一次看到说有人罢免啊，要罢到发不自杀声明，然后每天在脸书上讲说我很平安，我很平安，我很平安，然后还要躲起来，然后不敢回新店的家，然后爸爸找不到他，连阿嬷的对你都没有办法回去，然后最后送那个联署书的时候还有警车一路跟随，哇，我觉得也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你去对比嘛，比如说你罢免徐小新，罢免王宏威大家民主嘉年华高高兴兴、欢欢乐乐的，然后可是也没有，就说像他这样子搞到好像人身安全这样。那最后还有一个李正皓的一个事情嘛，李正皓当然你不能说连接到罗明才，可是不好意思，因为又是天道盟的天和会啊，天道盟刚好又是罗明才的父亲罗福柱所创办的，所以整件事情怎么最近刚好又跟罗明才有关系？我必须讲啦，就我们跑政治那么久，罗明才他那边就像刚刚一山哥讲的，他家他爸其实至少已经40年了，他其实如果真的蹲得很低的话，要罢免他要撼动他其实是很难的。可是我觉得刚好最近这几个社会事件，通通都围绕他身上，那他当然讲得很悲愤嘛，他今天就讲说。真正被霸凌的是我他说我对不起谁，我打过谁，我骂过谁啊？好，他说这个你们谁有吃过我的亏，通通来找我。阿姨公啊呢？惊死！为什么你讲这有什么好怕的？没有，他讲得很悲愤啊。对啊，所以我有帮他讲啊。对。所以，但是就像他不用动口啊，他只要一唱歌。2米的出呆机，所以我是觉得说民主社会啦，确实不应该有这种黑影床这种事情发生。可是你说还是会发生这种令人心生恐惧的事，尤其是陈乃瑜是议员，他都还会这样，亮君也是议员，也都会遭受到这样。那我会觉得说，哇，那一般的公民团体，这个我觉得大罢免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当然你说在一个民主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大家都觉得不应该出现像这样一些状况。好，那我们大家把摊在两边来看，包括陈乃瑜出来讲到了这些，包括刚刚讲到吴柏伟就是罢团这次新店的领衔人发布自杀声明，讲的所有这些。刚才小玉也讲，因为包括罗明才委员，刚才观众朋友在镜头也看到了嘛，他在立法院也有记者直接就问说陈乃瑜这些事情，他也讲说那你要去问当事人，然后他就讲像小玉刚刚讲的很悲愤的那些，就是他觉得他被霸凌，他到底做过打了谁什么的，他帮新店然后争取了2000亿的预算，这么多年来讲，世刚。来，我们就这样，因为罗明才委员不在场，他刚刚说他跟罗明才不熟，互动不多，互动不多。OK， 因为选区不一样。OK，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所有这些事情，当然你说所有相关一些案子，当然也希望警方真能够严查严办，能够真的找出什么一些原因。可是目前当然你没有直接就你讲说跟罗明才委员有什么一些关系，但是现在罢免进了3阶，他不是在跟你讲司法的证据的问题啊。而是现在所有的氛围这样一路打下来，罗明才委员虽然他自己刚刚小玉有帮他讲了，讲得很悲愤这些，可是陈乃瑜他受到的这些吴柏伟这些，一把他摆上来，对于整体的氛围一看，新店本来大家都说也是蓝中之蓝，但现在看起来也会面临到3阶，然后也会面临到这些状况。我想罗明才跟他的团队会。料想到面对3阶，这大概就是也不会去想说我逃不过，他3阶可以逃过了，我可以不用。对，我觉得大家基本上大家已经有个心态说3阶是一定会面临到的，因为你说这个联署，你说每个地方就算是一个很蓝的地方，我想民进党25%的支持者也都 OK 了，也都可以达到这标准。你看过去你像双和、中永和
啊，那也是很蓝的地方，但是还是达到这个成案的标准。所以我觉得罗明才的心里面，包括整个很多人心里面，大概不会说有侥幸之心啦。那这一件事情呢，发生在就是说最后要去推那个3阶送案的时候，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会有一个互相加成的效果，就去导引一个气氛出来。我们的警方办案，其实他真的办起案来，其实速度很快啦。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嘛。我们选举之后，有人在网络上随便乱写，我们就去报案，3天就找到人了。所以我就劝我们的警方啊，我们警政署啊，我们的摄影机这么多，我们的警察办案能力很好。我觉得速办速查 ，OK，但亮君对罗明才委员来讲的话，刚才讲的那些，当然也许是这一次他要面临到大罢免3阶的对他困扰的事，可是真正还有另外一层困扰的，大概就是他的服务处，包括3个助理，然后2个已经羁押了，然后1个是交保。因为这件事牵扯到就是要罢免陈乃瑜这个地方，然后伪造涉及到伪造文书啊，类似这些，而这里头。国民党陈玉珍委员直接说，就是民进党要断罗明才的手脚，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包括把他的助理先压啦，类似像这样，然后塑造这样一些氛围。民进党是用这样的方式要断他的手脚。我还是老话一句啊，上次也是在这个节目讲的，如果国民党没有违法抄写这些联署书的话，那么我想检方也没那么闲啊，就是把这些助理或者是这些党工抓起来，甚至是羁押，甚至是起诉了哈。所以我觉得，当然国民党现在一直不断的要操作这一些现在这些不管是立委的助理哈，蓝营立委的助理或者是党工遭到搜索、起诉、羁押，都是因为民进党。可是实际上呢，他们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就已经违法了。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本质啦。那国民党，我觉得最遗憾的是，国民党的这些高层，包含朱立伦主席，面对这样子违法抄名册的状况，其实是没有对外展现出一个自我反省的态度。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直到现在，为什么国民党，我认为仍然是持续失血当中啦。就是说他们在整个民意上面的基础，大家会觉得说，好，如果呢你国民党认为现在的这个公民团体发起的罢免行动，你认为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不公平不公允的，你要用反罢行动来抵制的话，那是你们的政策，这也没问题。但是你们就好好的认真去摆摊做联署，好好的抄写。我相信很多国民党忠贞的党员，如果你呼吁他们出来自己来填写这些联署书，他们一定也很愿意啊。可是国民党选择的居然是叫这些党工去抄写党员名册，我觉得这才是国民党一直到现在的问题所在，然后都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请问一下，朱立伦主席最近喊出就是那个15万份的什么错假抄伪啦，类似像这些，然后包括他们讲到说，民进党真的就是双标半蓝半绿，你看这些他们都已经提高了，都没有人要管这些，甚或最近你看到。不是有被传唤的，有的被起诉，有的是缓起诉，有的不起诉。然后媒体上有报道说，蓝营有一些群组里面讲说，那个不起诉的应该觉得很耻辱吧？起诉是一个荣誉的勋章的这种感觉。当然，陈旭正前委他是直接讲说，朱立伦如果关的话，应该也没有关系吧？甚或那时候还有来宾讲过，如果减掉冲中央党部的话，那国民党就解套了。因为这整个未来整个氛围就会改变，你同意吗？我不这么认为啦哈。当然，你看到这个国民党国民党自己的这可能是国民党的这个群组啦哈。那群组里面他们就有在讲说啊，这个没被起诉的在国民党党内应该是耻辱吧哈。这个如果觉得没有被起诉不算耻辱，那至少有出面被人来当打点，那还是真耻辱。所以你看到说这些人他们在群组里面认为抄写联署书这件事情，他们不觉得这有违法，这是最大的问题。但刚刚他们国民党一直在讲，包含陈玉琛去提告说，这个大罢免里面公民团体所发动的罢免行动里面有15万份是错假的。那这个里面其实你说它错假的联署，它有很多种态样。那这15万份里面包含很多是1阶签过，2阶也签的。然后后来被剔除了。那我要讲的是，这样子我们想说被剔除的联署书，这样子一个不符合规定的联署书，跟假的、虚伪的、抄写的联署书，这是2个层次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一个叫做违法，一个叫做不符合资格。也就是因为你对一般的公民团体来讲啊，就是说，其实不管对蓝对绿都一样啦哈。大家在呼吁出来写这些联署书的时候，你很难去叫他说，你1阶有没有写过，然后你2阶不要写。所以通常都还是会呼吁大家，你通通出来写，1阶写过，2阶也要写，包含连国民党所发起的这个罢免行动也是这样子呼吁的啊。那当然所以就是写出来之后，当然
不合格的，就是如果重复的中选会自然就会去剔除。但是这些联署书都还是真人，这些人本人去做联署的。可是国民党的状况是，他不合格率高达96%的状况是有党工拿着一叠资料，然后这一叠党员资料就开始一个人在那边抄，这个跟国民党所指控的认为公民团体在错假了15万份，完全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陈玉珍去告这个最后也不会成啦。如果最后不能，志哥，但是对朱立伦主席，对国民党现在很多人，这15万份或所有这些事情，那显然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然后甚或去不管说去告或什么，刚才讲说，因为时间算一算，7月26投票，就算到了第二波，可能要到8月份投票，可能都来不及有一个真相到底是什么。但这时候告的意义跟目的是，我觉得就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检察官在查案的时候就是2套标准。那对于国民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是雷厉风行啊。今天听到，明天就抄家，然后这个呢，清晨7点就把人带出来。那相对的，对于民进党的或相关的这些霸团，那就罢蓝委之后，不管点数的死亡联署也好，不管是27份或是多少份，那基本上就是有死亡联署，你至少要让当事人到案说明嘛。我就不一定，我也不要诉求说你一定要当庭羁押嘛。那国民党里面有多少人就当庭羁押了嘛？但最起码把一些死亡联署那些霸团，请他们到庭说明，或是跟我一样去调查局说明。OK， 说明我本人在本案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的理解，我就听到一些律师没有理解，就是在黄旅景如这个案子，台北市案子里面，只要被讲到的人，通通被请去了。包括本人在内。至于情节与否、涉案与否、违法与否，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所以说，大家看说，在调查蓝营的这些部分，通通都是只要有谈到名字的，通通请去啊。那绿营这部分有提出质疑的，甚至有到处告发的，那我们的检调有没有采取相同的行动？那绿营这部分有提出质疑的，甚至有到处告发的，那我们的检调有没有采取相同的行动？我觉得大家就看的是有没有一些相同的行动。你对于法治的观念，理论上那条线是应该一致的。OK， 那至于说是不是1阶、2阶、超2阶怎样，去检调说明。查完以后再说。对，只是跟检调说明。还有我一个质疑，就是所以96%那个什么东西是96%？因为党员的部分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是来主动来写，来主动来这个填这个罢免书的。那也许他跟党员资料是若合符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也要未来在法庭上要讲清楚，因为很多人讲，那我在1阶的时候也帮忙做了很多的联署啊，也交走了，那为什么没有被算在里面？所以这很多的疑点，我觉得在法庭上大家有个公开的场合才能讲。所以我们大家看的是，你当我们提出告发的时候，检察机关、调查机关有没有采取一样的行动 ？OK， 来，医生要不要回应？我补充一下啦，这个国民党一直希望赶快进入到第3阶段，可以抢救这些蓝委有一个人完全不想要翻页，一直纠结在这个15万份呢，一直纠结到半蓝不半绿的那个人叫谁？就是朱立伦，不是吗？为什么现在国民党的立委都不愿意再提所谓的伪造文书这件事情了？朱立伦党中央纠结在这件事情，还拿15万份来说嘴。什么叫做半男不半女？基隆地检署7点的时候去按人家门铃，那件事情有没有办？有嘛？那就办公民霸团不是吗？有2对姐妹因为姐姐帮妹妹签了，有没有被约谈？有嘛？为什么没有继续办下去？一谈完就结束了，没有讲出其他人我帮我妹妹签不小心可能被罚钱跟其他的跟国民党的一些志工们一样嘛，顶多是被罚钱而已就结案了。为什么国民党没办法结案？的原因是他们不断的往上烧嘛，志工讲地方党部的党工讲主委讲到现在中央党部都讲上去了嘛，这才是为什么？因为你们叫做集团犯罪，而这些所谓公民霸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办？有，都是疏失嘛，这些疏失很容易就可能牵结掉了嘛，这是半蓝不半绿吗？这都是叫做蓝绿都办，但是因为你们有的叫做94%
94%的伪造文书，这94%伪造文书是起诉书里面写的，不是一般人去写的，因为起诉书里面写的很清楚，就直接拿了党员的名册，抄了94%的人，只有6%才是真正的联署的，其他都是用抄的，这是起诉书写的，不是一般人在抹黑国民党的，而国民党现在。国民党的立委都想翻页，但是朱立伦一直这一页没有翻过去。那油耗那个有死亡联署办了吗？我不知道，好像也没有。油耗的公民大团呼吁检调，他们会配合检调来侦办，你就赶快办啊！不要讲一谈到国民党，哇，明天就去，然后其他的在罢团基本上就放着不动。那就是拖过了整个的这个投票日之后，也许大家时间过就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重新讲，就是民进党或者相关人也是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些论述，企图把大家拖在这个战场，把拖在这个战场。但是我觉得现在一般民众的这个的关注反而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部分这个战场已经过了，现在看的是未来罢免案到底会不会成功，还有到底我们的赖总统每天到底讲了什么，实讲里面讲了什么。我觉得大家的注意力变成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一直想要重回去以前的战场，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论述。王老师，对，谁不想脱离这个战场？就是包括伪造文书啦，所有这些有没有死亡联署，谁不想脱离这样的一个战场？刚才从前面讲到罗明才委员那个选区里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他的服务处，那相关的一些人，然后被收押的这些，甚或刚讲到国民党的朱元主席一直讲的15万份这些。我刚为什么讲说，因为很难，大概在7月26以前，对，都会有一个法律上的水落石出。但是现在讲的就不是法律嘛，对，现在讲的应该是整体氛围嘛，这个政治嘛，就那整个氛围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再多出多少份，能不能吹出这边的票那边的票？大家现在的心眼里头想的都是这样的吗？对，这个我们还是有大格局、小格局嘛。大格局全国的宣传战要怎么打？国民党手中有没有子弹？你今天你要去打赖清德，比如说最近打杂志说，打了效果好吗？赖清德如果没有接球，你就炮弹拿出去了，然后就掉在无垠的黑暗之中。所以朱立伦发现说，有没有手中可以握的？搞到今天还在连罗明才又倒回到15万，罗明才有讲他有讲那个15万为什么不去查？15万变成从上个礼拜5 6月20号。那个时候一审公告嘛，公告出去之后，那个所有的资料可以下载，他们就一直讲到今天，还在讲15万，为什么没梗？没有一个好的子弹能够回应。好，这个就是国民党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如果你要打大罢免宣传一来一往，你不能完全只是守。当赖清德拼命在打共产党你就完全陷于被动，因为赖清德一讲，你就完全被带着跑。好，那如果回到地方上的激战中，马上就会面临一个很明确的现实，就是每个立委都有业障嘛。你去谈这个，只是在一直搅，徐小新永远都在讲他的宗旨，拼命解释宗旨，一定不好，你是强化宗旨的印象。所以该怎么办？这变成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但我把它收回去讲刚刚的这个罗明才的这个议题。罗明才这个议题比较妙的一点是，原来我想所有政治圈的人都不会认为那是激战区的，绝对不会是一个激战区。太强了，他强到什么程度？民进党在那边史上最高只有拿过36%，史上最高只有拿过36%，而且是1对1对，不是萨卡杜，不是苗栗3县够蓝了吧？曾文学拿到44%多，他比苗栗还蓝，所以你有没有去考虑他那个基本格局有多么坚固的状况下？本来大家都不觉得那里会先波，但波掀起来了。掀起来的原因也非常奇怪，是4叉猫就是吃饱闲的去看人家审查书，说这区好多死人哦，我就去按了，从3月按到现在突然开花，这真的也不是说按了第2天就这样跑去，没有地雷署没有第2天跑去，隔了3个月才真正扩大，开始把人约谈，然后才会乒乒乓乓，突然大家赫然发现，罗明才的主任进去了。等一下，你刚讲这个时间，蓝营也有人提这个时间，也有人讲说3月就乒乒乓乓就开始弄了。对，为什么要挑在现在已经离罢免投票1个月，胜过联署？蓝营有人真的把那个时间，他的想法跟你完全不一样。有人会觉得
这个怎么那么快办？也有人说为什么这么慢办？真的，这对啊地检，他们讲什么就挑这种时间。对地检署会觉得我也有柯文哲，我还有很多人，我们这边的案子这么多，把对不对立委办完办议员是合对对理的，嘛？所以我就讲，因为每个人对这个看法就完全不一样。这传话我所以有现实感的。所以传话我合理。然后因为你那一区叫霸立委，我说霸立委先办嘛，对然后现在办办霸议员，对对对，但这个我觉得刚好就是一颗石头，就突然打到一个点，产生了回音。为什么？各种情绪的反响都出来，因为像我们有在做选举，知道新店那一区真的不容易。它不容易，不只是蓝绿的差距大，而是大家在那边选过都知道有没有特殊的压力，有没有黑影幢幢，就是有。它会是新店的议题吗？不是，它这个绝对是全国大罢免议题。只是大家现在还在讲傅昆萁等人的，所以我认为重点是延伸性。如果这个案情，因为就我所知，像他那个主任的哈，那个姓庙的主任。很多地方上都叫他妙妙，那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很温和的欧巴桑，大多数人都不觉得他有办法去 hold 整个事情，所以把他压的似乎是指有向上发展的可能，那如果向上发展打到什么重要的人，那后面会怎么演？我其实觉得后面其实是有发展性的。姚明，现在法律已经变手段之一了嘛？你看到包括罢团，包括蓝营委员，包括就大家互告，我也算不清现在已经告了多少个案子，大家也都知道。短期里面不会有结果，但是看起来，尤其现在那用选罢法这些，大家就开始在打这些嘛。刚才阮航老师讲的，你知道这整个故事里面，如果在某些地方故事里面，如果再加一点黑影幢幢的故事，那就会变成大家很有兴趣，不管你是哪一个团体，它都会变成是这个样。可是这样子显然在整个大罢免的过程，就一定注入了一些的元素在里头。而这个元素，刚才特别讲新店，如果伟航老师刚刚没有分析，大家很多人不知道，它蓝成这个样。可是国民党这次碰到的新店蓝成这个样，花莲蓝成这个样，但显然都是这一次在整个选战过程里面，反而变成大家最着重的一些地区啊。我觉得分两块啦，因为一块叫做比如说蓝营它的联署的司法的困境。导致他必须要去反攻，这是叫做舆论战，他实际上不是打司法战，我认为包括什么陈玉珍他们去告发或什么的，那个叫做象征性，那是打媒体宣传，那是要告诉自己人，我们没有这个一路挨打，我们是要继续往前冲的 ，OK，那个比较像是对自己人喊话。那像另外一种的是被罢免人，你会发现最近很多被罢免的人说我要去提告，我要去告发，好。那你会发现奇怪，罗明才委员没有啊？罗明才委员现在是两个事件都有可能要距离他越来越近了。对，一边是伪造幽灵联署的部分嘛，那另外一边，可是你看他即便被攻击说他什么黑影幢幢，他有要告吗？他要告什么？没有嘛？现在很多人你没事说人家是黑道，人家会不会被告？所以会去告。所以我要讲的是，可是时间还没到，为什么？我们的那个选罢法里面有一条叫做意图使人当选不当选，或罢免或不罢免，或不会罢免的这个通过或否决，只要你今天是用谣言不实的资讯，当然这个不实资讯怎么定义，那是进法院再谈。可是呢，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是一个被罢免人，你指控我什么，我认为这不实，我就要去告。而这个时间点，这一条法令的适用期就在这个成案之后，所以这一些被罢免人。一个一个你会发现，最近国民党那24个提告的去告发的几率很高，比如说郑正乾，他告了，他去告了嘛，对，因为你讲我说什么通匪嘛，这个他就要去告，他一定要去告，因为他成案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告？如果今天他不告，人家说，他都说你是通匪，那你默认现在有了这一条，因为如果今天原本的妨碍名誉很难告成了，但是当你今天用了选罢法是你到检方去告发。检方要直接主动去侦查，因为它是属于这种特别法里面的刑事，而且它是有刑事责任的。它不是像妨碍名誉，现在大家都说要除罪化，它这种选罢法，它的这个罪责更重一点，所以现阶段法律上一定是那个告发的比例会。你刚才的意思是说，因为罗明才委员的案子还没成案，还没，你就是说，如果成案以后，他可能就会有动作。目前说是7月18可能要讨论嘛，所以可能7月18以后，如果再聚焦在罗明才委员身上有类似。比较说是，比如说牵扯到法令的，他认为不实的 ，OK， 那可能他就会去提告了。因为我说实在啦，比如说你真的要拿那个什么狗笼来影射什么的，那也不是罗明才委员，
我讲真的啊，那也不是他，是啊，对啊，那你不能说爸爸的事情你就要儿子一直，那难道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难道陈志忠就要一天到晚被讲什么有个爸爸有怎么样，然后就要变成他从政的包袱嘛？我觉得这个可以分开来看但在这个事件里面，我觉得像刚刚明玉姐讲的，陈乃瑜议员他碰到的状况，我觉得那个要赶快理清。当然。那个对整个台湾民主，如果今天赖总统讲的打掉杂质，那个就叫做杂质。那个就叫做我们一定要排，因为我们过去讲黑金，你怎么会到现阶段还变成说，他已经是一个议员了，他都得要面临这样的一种威胁恐吓，我也看不下去啊。陈乃瑜也是我们以前优秀同业啊，我也要声援他，所以我说像类似这种事情，其实赶快查清楚最好。OK。陈乃瑜也是我们以前优秀同业啊，我也要声援他，所以我说像类似这种事情，其实赶快查清楚最好。OK， 这些可能就有待于包括刚刚讲警政署、内政部要尽快，因为其实包括你如果私下问亮君，收到就每一个面临到这些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凭良讲，不会有一个人一点那种恐惧的感觉都没有人这么伟大到这种地步了。可是为了整个包括好了，你说亮君没有办法，为了整个罢免人的过程，他可能还是要往下走。只是这些像刚才杨明讲的，尽快把它给理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这个社会一个清净。可是这些刚讲蓝中之蓝，新店面临到这样的状况，花莲那更不要讲了。民进党的重兵，刚讲到，我记得好像民进党林右昌好像就是花莲那个地方，常去那个地方是驻地的感觉，驻地的都已经到那个地方驻地，而且如果这样一战是这次花莲有几个，第一个那个绕境是要从花莲开始，没错，然后除了从花莲开始以外呢，今天的一场重头戏，大家看到了，是终于看到立法院，然后交通委员会去花莲那个地方去会勘，把交通部长陈世凯都请去了，傅昆萁、陈世凯两个人直接交锋。那对傅昆萁来讲，因为这是交通委员会排的，你觉得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大出戏啊？其实20年来，傅昆萁在面对不管是选举，还有这一次的罢免，其实他的招数就是一招嘛，就是傅昆萁从花莲推给中央嘛，功劳都是我的责任都是中央的，不管蓝绿执政马英九时代他也是这么搞的所以才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内的病毒嘛，所以现在传染到全身，现在面临到全国都是大罢免，不就是傅昆萁搞出来的吗？这一次他安排交通委员会、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去安排考察这件事情，我说真的，考察很好。你觉得花莲市的平交道系统应该高架化这件事情很好。但是傅昆萁不要把两件事情欧龙谁到底。第一个叫做这个所谓的铁路高架化的问题嘛，第二个叫做这个双轨东部双轨这个部分中央已经核定了，因为是中央的职责，东部的双轨化已经在进行了，但是所谓的花莲的铁道的高架化的这个部分，现在还做可行性评估，可行性评估是谁在做？花莲县政府应该做可行性评估，可行性评估在中央通过之后，才要送计划，送完计划，中央才会匡列预算，预算还要经过立法院，才会拨补到这个县政府，县政府还要相应要有所谓的相对的县府的这个配合款，配合款还要经过议会。好，他现在跳过这些所有的程序，直接讲你中央不顾我们花莲铁道地下高架化的问题，直接就骂了交通部部长嘛。傅昆萁旁边你的谁？你的老婆徐榛蔚，花莲县政府，你要不要先问他，到底他的可行性评估，花莲县政府现在过了没？你先问嘛，你在家里问一问嘛，干嘛排一个所谓的交通部的一个考察来去质问交通部长，然后说中央都不帮忙花莲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挖了一个坑，要交通部跳进去嘛。挖了什么坑？大家看一下，不止交通委员会，他的好兄弟林国成过去也是亲民党的，帮他排了这个考察嘛。中国国民党花莲县党部采访通知一个立法院的考察，第一次看到地方党部他们不只要伪造文书还要排这个新闻采访通知，
动员立法院的中国国民党的立法院总召傅昆萁，还动员了县议会党团全体，还有花莲市民代表全部一起来。不止花莲市，包含吉安乡长啊，旁边的人有一半是吉安的，吉安就在花莲隔壁而已啦。动员乡亲来现场，就是准备要跟交通部长呛下，不是吗？他就是一个设好的局，这种局不止在新闻上面产生效应嘛，他在今天刚才讲的《更生日报》，我们之前常常讲《更生日报》，花莲最大报。全版的广告不是半版的，我们之前讲的都是半版，就下面而已。它是全版，连新闻都没有，都是傅昆萁的关于所谓的花莲市的铁路所谓的高架化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嘛。所以傅昆萁设好这个局，就是要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中央嘛。那所有的功劳，如果今天交通部核定了，答应你了，就是我傅昆萁争取来的嘛。那过去拖延就是你中央在拖延嘛。但是我要问傅昆萁，花莲人，你们20年来了，如果真的要争取，轮得到今天交通部长下去吗？傅昆萁早就争取了嘛。再来，问题是在花莲县政府到底为什么现在连所谓的可行性评估都还没有送进去？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花莲县政府先要讲清楚了。傅昆萁，你也不要在这20年都是花莲都是你们家在执政，这个执政的过程里面，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延宕到你罢免前1个月？今天626。726要投票，你才开始关心这个议题，才把交通部找下来去谈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当上立委先处理这个问题，而是急忙忙的把18个立委带到去中国去见王沪宁。OK， 刚才观众朋友易善在讲的过程当中，你看到旁边的影片那个画面，包括交通部长陈志凯，包括花莲县长许正蔚，包括傅昆萁总召3个人，然后各拿着麦克风一个对一个，然后接下来讲的都是在讨论这些。花莲这期已经变成这次整个大罢免大概重中之重，好吧？那当然你看到。各自不同的一些像罢团，最近这个画面，我相信对，确实感动很多人。就是夜罢那在街头里面鞠躬，希望大家要支持罢免这些，我相信很多人看了非常感动。那当然在大罢免的这一块，6月18号财富自由联军会师，然后要守护花莲，然后包括7月4号，那你看到护国大绕境，那从花莲誓师全台集结，这是各自罢团的一些的动作。那对委员来讲，大家知道，那国民党第一阶24席委员现在各自回选区里面回防的目的，当然就是一方面要告诉所有的选民他做了多少事。像刚才罗明才委员就讲说，他这么多年来争取了2000亿的预算。那对傅昆萁总召来讲的话，对，就直接把这整个局摆在花莲这一块。那对他来讲，当然就诉求他做了多少事。这次整个考察针对花莲地区，那频道到高价化之前专研费用中央全额负担。国发会审查以后，认为地方应该负担部分的经费。傅昆萁怒批政策跳票，要求中央道歉。交通部长陈志凯下台，2个人之间非常火爆，直接对口。陈志凯直接说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活动变成跟选举有关系。我们来交通部这么久的时间参加考察，从来没有看过有党部发新闻稿，而且还刊登广告的。”傅昆萁总召直接回：“交通部考察，你在这里扯党派，很奇怪。”这里有哪一个人跟你讲党派？只有你心中在讲党派。这里有谁在讲选举？只有你在讲选举。所有的这一些，来，志刚，所以现在对国民党这24席，当然就要回选区，把所有的那个政见、施政过程，那跟选民做报告。傅昆萁总召这一趴，跟交通部长直接的交锋对垒，未来这就是傅昆萁要告诉所有的选民，可能都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他做了多少事吗？这是他自己对于他在花莲人设的一个强化。比如说他过去在立委任内或在县长任内，他最大的一个呼吁，而且常常在讲的是给花莲人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所以这个家就是扣紧这样子他一连贯的主轴，包括他过去有谈到一些苏花改的问题，然后这个铁路这个扩张的问题。然后这个班次增加的问题，大概就是傅昆萁长期以来的他的一个政策主张。所以对花莲来说，对最困难就是回去，就买票也好，道路也好，到现在很多的道路还是摊方不断。
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就会抓出花莲对于地方建设最大的痛点，他把它继续把它这样作为一个痛点一个宣传。就傅昆萁是长期在帮花莲来争取地方交通建设，让花莲人有安全回他的道路。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他的强化这个印象，他就是在花莲的在地派帮花莲争取建设，这是他未来在大罢免过程当中是一个主轴的宣传。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要去做软脚虾嘛，你做软脚虾基本上不可能会对你的反罢有任何的帮助。你要让支持你的朋友们，让大家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帮花莲争取的一个 defend，就是一个强者。你面临到中央的时候，你愿意大分贝的来去争取花莲的建设。傅昆萁过去在马英九执政时代也常跟马英九那边针锋相对，也是为了花莲的事情等等哦。所以我觉得是他在这个策略上面不得不然。那至于陈世凯交通部长讲什么，我是觉得就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个信的主轴就是傅昆萁。那喜欢他的人就觉得对。那傅昆萁长期以来就是扮演这个角色。陈世凯显然就讲说，我不要入你的局，所以呢，陈世凯跟他之间，他才会讲说，哪有人党部还先登广告，显然就是意思就是我不要跟着你演戏。陈世凯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你面对到交通建设问题，你不能回避啊。这还是你自己你要去回避。纵使说你觉得有些事情是因为花莲县政府没做好，那你愿不愿意在当现场大声讲嘛？可不可以说把这个责任推给花莲县政府嘛？那这样的话，就跟傅昆萁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大家就可以在讨论的一清二白嘛。但他也选择回避问题嘛，不去做细节的太多的探讨。就把中间的政治等等拉进来，所以我觉得这一局其实对于傅昆萁来说，他是必须强化他为花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人设角色。小雨，花莲已经变成重中之重，大家都知道。那这次看到因为整个大绕境选花莲，那一定有他的道理在。对。夜霸那个站街头，我相信那个网络上面大家看到之后，那一定感动了非常多人。我讲这是两边各自希望能够达到自己要的诉求。那夜霸一定希望诉求，他讲的很多啦，就是他不希望有这样的立委啊，类似像这些。那对傅昆萁总来讲，可是所有这些最后交锋的结果，因为花莲有很多外票主。对，到西部的，到北部的，到所有这些，所以到最后，包括媒体上讲抢票。因为大概算起来，投票7月26号投票的那个日子，他双铁卖票应该就是看起来，应该是最近这今天晚上，对，今天晚上卖吗？晚上要等到12点，你要回去半夜要去抢票。对，所以这个抢票就对很多人来讲的话，变成大家决战的其中一环呐。我觉得2个点啊，先从今天早上傅昆萁的这个跟陈世凯对战开始啊，这很妙，因为你可以看出来，对陈世凯来讲，绝对是一个鸿门宴。比如说你现在来讲吧，哪有一个部长下去的同时，报纸广告已经先看好了，然后就开始一一来细数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广告啦哈，细数说民进党对花东的这个跳票这件事情。你看那报纸先看好了之后呢，哇，媒体全部叫来然后还叫他的好兄弟这个林国成来安排这场考察，因为林国成是交通委员会的召委嘛，对。那我会觉得唯一的缺点是他当这个现场麦克风准备不够啦，所以傅昆萁跟林国成还在那边抢麦克风，对啊，哇靠！你说应该他每个人都有一支麦克风对啊，想讲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对啊，应该是要这样啊，对，他怎么会2个人在那边抢麦克风？哇，徐榛蔚也来，然后所有的挑啊咖来，所以他这个阵仗啊是摆的十足啦哈。那坦白讲，我觉得他这场其实傅昆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第一个，他要教训陈世凯嘛，而且给这些乡亲看。第二个，他要讲说，你看在乡亲面前，我帮你们争取了多少。他要讲说我是有做事的，来反驳这个民进党一直讲说他这个什么都没做事之类的那但是坦白讲，你说陈世凯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你看他从头到尾也没动怒如果动怒2个人那互呛的话，那种就是会变成今天大家焦点。可是你从之前陈世凯在立法院的表现，他上次也有一次因为解冻的案子，也是跟那个傅昆萁2个在那边，就是傅昆萁也是大声比较大声，气势很足但是陈世凯就是这种笑笑的就回他，委员你要跟我讲这个预算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讲到音呢？那像今天他也讲说，我左边口袋也出来，右边口袋也出来，总而言之，他也是在跟他就是不会进到细节。你知道这个民众今天太阳这么大你说要进到细节我再跟你讲那个什么可行性评估。我们这边到底什么危险那个这边有花岗岩我们不能怎样？你要进到细节不可能啦大家嘛听不啦。你这已经进到办公室了，或者是说有公听会，大家来好好谈。
所以今天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演戏，演给乡亲看。那傅昆萁他要做到他一定要演给乡亲看。对，他就是重点就是乡亲买不买单嘛。对嘛，因为大家就要看那个7月26投票就知道了。哦，对啊，对啊，但重点在这边。那但是就是说，现在大家面临的问题是，就是说你到底第一个气势要怎么延续到726啊？第二个你就是说大家怎么返乡投票？哦，这个因为花莲的外漂族很多嘛。那我讲一个今天有最新的一个震传媒的一个民调就好了哈。这个震传媒的民调确实对这个花莲的霸团来讲是一个警讯。这个震传媒的民调确实对这个花莲的霸团来讲是一个警讯，因为我讲一个点就好，就说他针对会去投票的人来说哈，那只有39.5%的人去投同意，但是有45.7%的人是投不同意，两边相差了6.2%，哈，等于说是投不同意的还是占多数哦，哈。那但是但是里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因为他打的是家户电话，是那家户电话的话，就说你只能说哈，这个急在人不在的比例很高，所以你说这些霸团他要翻转过来，是不是要看？希望一些这个北漂族他能够或者青年学子可以返乡投票，不然你以现在如果大家都不回来投票的话，那以我们今天这个震传媒的民调来看的话，哇，那看起来就是说你霸团到最后会功亏一篑，这个是霸团会比较忧心的地方。如果你在地的势力的话，看起来傅昆萁能动的想办法都动出来了，所以刚才也讲到说为什么6月27号开办，那你当傅昆萁他吃素的嘛，他也有想到这一点嘛，所以为什么当时就有人在讲说，他的那个726，这个现在罢免投票726。那有一个活动啊，叫做那个夏恋那个演唱会，找了很多大咖的歌手来。那为什么以往都是在7月初办？那今年为什么特别选在7月23号到27号来办？是不是就是要就把票让那些人抢走了？大家来跟你卡票啊，就是很多人就来听演唱会我冲着哪个歌手我很喜欢，我就去这样。那跟你抢票，那不是就是正中就是这个就是霸团希望年轻人回来投票，所以我就说哇，这现在已经竞争到，已经算到这里了。对，连台铁的票都已经跟你在那边抢这里了。那这当然是其中一点啦。所以你现在看，最后要讲的是这个啦，护国大绕境。今天是那个霸团的重中之重，他们开始宣传了嘛。7月4号啦哈，其实重点在7月4号，他们选在花莲出发一个誓师大会。我觉得说这次的护国大绕境啊，前阵子也讨论蛮热烈。我的感想是说，我觉得这次霸团他们很有创意啦哈，因为大家知道就宗教盛事嘛。尤其不管是什么粉红超跑啦，然后之前的那个白沙屯妈祖都一直创新高，那些信徒创新高还有直播的啦，周边商品啦，那他们想要用这种护国大绕境就是像这种妈祖绕境，希望可以衍生出有很多的信众炒起这些民众的一个支持，所以他们的理念呢是叫做白天我车队扫街或是徒步，那我晚上我就开始展开这个大宣讲那你看他排了几个重点，除了花莲重中之重之外，他先开往台东，然后一路再回访北部啦哈，还有这个台南嘉义南投云林，他台中排3天。他台中排了3天哈，那就代表他台中是一个重头戏。那还有桃园还排了2天，一个14号北桃，一个南桃，然后一个北桃，然后最后再回访北部，然后16天呢，为期16天，最后是回到这个19号回访到这个青岛这边就是以跟那个青鸟这边做结合，然后就大罢免大成功。我觉得啦，他们这个护国大绕境这个蛮辛苦的，你要为期16天你白天徒步扫，晚上再来大宣讲，他还是希望可以炒热那个气氛啦，所以我觉得现在两边就是已经短兵相接，那种这个就是说整个比拼的这个气势，我觉得就是在比一个气势，就输人不输阵。OK， 杨敏，其实你说那个气势，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就有霸团有人讲说，要怎么样把那个气势能够一直延续到投票那时候，霸团那时候也有担心过，只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大家开玩笑讲的不会啊，反正一定有人没事会东爆一个西爆一个。可是那个气势确实要用护国大绕境，那一定是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气势造好。我也听过有蓝营的朋友曾经讲过说，没关系，1阶2阶看你们的，3阶看我们的。为什么1阶2阶它只有被罢嘛？联署的气势会一路上，所以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说，你看联署气势，这个过了130，那个150，那个160，但是真的投票要过25%啊，所以有蓝营的朋友就直接讲说，那3阶我们总有角色了吧？他可以去吹说叫你们出来
所以最近看到一些民调，那个反霸的那一部分确实是有往上走。所以更像小玉刚刚讲，如果花莲在地的那些民调去做的话，你会发现最后决胜可能要看，你外漂的学子够不够，其他人够不够，当地蓝营真的会分裂吗？可是整体看起来，确实谁胜谁负还不知道了。没错，这个正传媒啦，正传媒它今天有公布一份最新的民调，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反罢免的不支持罢免的比例攀升，而且是攀升蛮多的那个蛮明显。但因为它是一个整体1000多份它是全国性的。对，那我其中它整理了，就是说刚刚小玉姐讲到，它全国去绕嘛，可是比如说去台南、高雄宣传罢免，好像意义没有那么大嘛，对不对？可是所以他就把第3阶段成案县市的样本把它汇集在一起，400多份，虽然样本数比较少，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会去投反罢免就不同意票的41%，40%啦那会去投罢免只有27.3%，就虽然会过门槛，但是是不同意大于同意。如果以这400多份的样本是这样，那当然他就是把各县市就是说有办罢免的第3阶段的县市样本把它直接纳进去。可是这当然我还是这个样本还是夸大的一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台北，如果你住像思刚，他的选区士林北投就没有罢免嘛，所以都把台北全部算进去，也还是稍微这个可能还没有那么精确，所以下一阶段可能要看各选区精细的同意不同意比较精确一点。但是这个民调就凸显了一件事情，上个礼拜6月20号是关键日期，就是中选会公告7月26是投票日，那是一个关键日。就我最近听到很多蓝营的朋友，他们是这样讲啦，他说我们终于可以鸣枪起跑了。就对啊，因为他们说，我终于知道哪一天要投票了嘛。而且呢，你要知道很多在第2阶段他们我听到很多他们说我冷处理第2阶段他们还想要冷处理，冷处理搞不好我不用第3阶段我就把钱省着嘛，等反正如果要第3阶段，我第3阶段再打。对，所以都已经确定了，至少现在是24+1嘛，那要补件的，我相信他们也都已经准备好了。是，那这24+1这个在7月26号投票的。如同刚刚小玉他公布那个，比如说高铁或什么的，你觉得他们希望不同意票的会不会也去抢这个票？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因为两边都要动员，所以现在从这份民调看起来，就是说不同意吧，也就是蓝白阵营，当然以国民党为主，他们的动员能量开始了。是确实，因为这份民调就是从6月22做到6月25，就是在这个6月20号以后做的民调。那当然蓝军的集结。不意外，不意外。尤其你说像刚刚我们提到，比如说像这个，虽然罗明才委员他是还要在下一阶段了但是我们刚提到他在新店是拿到将近60%的选票，他的优势是什么？他很多的这个蓝营的朋友就跟我讲，国民党真正关键就是陆战启动之后，他们的组织票有没有办法票票入柜？他说这个才是最后决胜负的关键，因为如果他的组织票能够真的就是如原本预期的，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最近会有人讲说什么请吃下午茶的啦，什么样子？因为这就是他们那个所谓组织运作的模式全部启动了。你可能看不到他在争论节目上面这个大声疾呼或干嘛的，但是他们地方的这个齿轮都已经全部上那个叫做发条，全部拉紧了。对，所有的那个党的机器。除了少数一些什么党部比较辛苦就什么还要代理主委，还要被就是很多干部比较不见的就是说被收押的啦其他的大概都动起来。你刚刚讲到这是国民党组织战的强项，我一直很想问，所以国民党真的还有组织？有，因为这一次要以霸制霸反霸，然后结果后来那个联署从第1阶提议联署1%、10%搞成这样，大家都在讲说。国民党怎么可能把？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他好了，你讲手托非人嘛。如果要是士林北投那区，你如果叫思刚去当领衔人，大概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嘛。可是没有办法他过程就是这个样，然后最后就是搞。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在开节目上有多少人在开玩笑？国民党真的，大家一直都觉得国民党陆战超强，组织超棒。结果经过内战，大家突然发现，国民党有吗？但是你刚刚讲那个是，其实对，确实他们的组织运作，如果真的打到3阶，因为那跟投票一样嘛，对，那时候才开始，现在已经开始跑。不过我补充一下，因为刚才我跟你讲罢绿的部分，通常有绿委的
蓝营组织可能比较弱哦，因为现任是民进党的，所以他那边的组织，比如说台南、高雄，他绝对组织相对弱。可是现在要被罢免的全部都是现任国民党立委啊，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得票数超过50%的。那他只需要动员至少一半。OK， 就是说这个过去你曾经投我只要一半。可是对罢团或者说对民进党支持者来讲，他可能是要80%左右的这个动员能量。所以两边一比哦，对蓝军来讲，他们现在就把所有资源全部砸在这一阶段去做动员。思刚跟梁军两位好，两人各自代表2大阵营里头，我问一下你们在地方的感受。思刚，地方上蓝营真的有像刚才杨明讲的，就是闷了1阶2阶讲，好啊，终于轮到该我们，然后什么？你们地方上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吗？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投票日啊比较明确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决战的就那个D day OK， D day 出现了。不然你看之前啊，还投票日还不太出来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去街上，大家问说那你什么时候投票啊？不知道，当然不知道，那就不会再有下面的。但如果告诉他哦，我们7月26号投票，那请你怎样，那大家就会知道说，那一天我要把时间留下来。所以这个在宣传上面就会有个重点，那第二个，因为很多地方就成案了嘛，再加上这个赖总的2奖10奖中的前2奖都引起很大的讨论嘛，那个回响嘛。然后在很多的群组里面，大家都讨论说谁是杂质嘛，然后谁看过长毛，谁看过长毛象嘛，对，那基本上就被变成一个吹票，我就觉得哇。这个赖总统怎么是大罢免准备这么多，还推出了10奖，结果却是这样的内容，我就会激起大家的一种反感。所以说，当你这个时间点决定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觉得说要把这几席的立委统统把它留下来，所以整个的宣传就会比较顺。在这样时间点确定之后，你也知道怎么去编排活动。OK， 你的这个节奏感就会抓出来。比如说7月5号，我们在台北就有活动。我们是每个礼拜6还是礼拜天都会有，对不对？从7、2、5往前推啦。有的在台北，有的在新北。新北好像是13号，5号、13号，再来就是25号投票前，基本上你就有个节奏感出来。那台中也开始排活动。OK，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说有动起来的感觉。那动起来的感觉会让你的支持者觉得说，哦，就必须背水一战，必须背水。所以说大家的这个投票的意愿有拉升。OK， 亮君其实因为我看到媒体上，亮君也还是有在街头上面，然后去做这样一些宣讲。可是最近我相信后面还会有一些的民调出来，因为大家前面都我相信有很多罢团都会沉浸在前面送件的时候有130、有150、160，其实要过到那里真的不容易。如果你真的知道那个填那个有多辛苦，但问题是，就算沉浸在那，当打到3阶的时候。他也许跟2阶，你就要把2阶丢掉了。3阶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果照最近你看有一些民调看起来的话，蓝营当他开始组织动，就像刚才讲的时候，对罢团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要怎么样去把你们的人再往上攀？而且最起码要吹到25%嘛，这最基本的嘛。那你们在这方面的话，未来除了刚刚讲到有那个绕境啦，所有这些气势，你们后面还有什么一些想法？确实，刚刚小武哥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在第2阶段的时候，如果以我的选区罢免王宏威的团队为例他们公民团体送出了大概是45000份左右，但是王宏威如果要罢免他的话，大概要7万票。也就是说大概其实你简单来说大概就是要乘以1.5左右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过去这45000份确实不能沉浸在这个感觉已经收到170%，因为你还要催更多的票出来，所以现在包含罢团，包含我们自己来跟民众呼吁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请原本2阶有去签联署书的朋友，请你再去拉一个。从来没有签过联署书的朋友，那这样如果乘以2，以4.5来乘以2的话，大概是9万票左右，那很有机会就到达门槛，因为你还需要同意大于不同意嘛。从来没有签过联署书的朋友，那这样如果乘以2，以4.5来乘以2的话，大概是9万票左右，那很有机会就到达门槛，因为你还需要同意大于不同意嘛。所以我想这样子的策略，确实现在就是我们在整个选区里面来宣传的时候，这个策略是大家有听得懂的，而且听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每个人再去拉一票。对，所以你不管是这个打电话也好啦，传讯息也好，就可以再找一个人，这个是比较简单。那但是确实，其实我在
先前就一直有讲说，我认为啦，在第2阶段这个时间，也确实刚思刚讲，可能有一些立委他选择冷战，但是以这边的话，王宏威其实老早从第2阶段就已经开始扫市场啊，他自己也有办很多的这些问政说明会、演讲会，包含国民党的第1场的这个活动就办在王宏威，就办在我们选区荣兴花园，对，所以大家也会知道说，这里看起来也是国民党所认为的重中之重，必须守住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选区里面，国民党的组织战，我认为是老早就开跑了。那但是现在到第3阶段，这些公民团体跟我们现在其实分进合集了哈，因为公民团体现在在每一个路口，他们自己也都会站，然后我自己也会去站路口。但接下来是进到这些陆战的行动，我认为接下来就是组织战了哈，包含我们原本这些，譬如说我自己的支持者，那他们过去如果已经有签联署书，他们怎么样再去动员他们，要他们再去拉一个人出来，然后要很精确的去掌握这些状况，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现在以民进党现在可以来做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比较更多中性柔性的活动，所以才讲说，这为什么要做有一个这个全台大绕境、护国大绕境的行动？因为除了就说大家讲这个白沙屯妈祖，大家都很希望说可以保平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讲说。大罢免、大成功大家还记得那个公是在公庙的公所以呢，就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全台大绕境，然后重点是让南部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参与，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就说在南部到底要怎么样来参与这个，没有得罢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南部的朋友，也会让他们有事做maybe 也是希望他们找几个。在台北的朋友，在霸区的朋友，同样的也是做这样子催票的动作，就是让南部的朋友也有参与感，然后也让他们自己有一些动力，把这些北部的朋友找出来。所以现在大概都是这样子地毯式的去做啦。那我还是认为，在第3阶段，大家还是要比较留意跟小心的是说，因为最近这几天这2个礼拜来，当然很多的这些不管是黑影床床也好，或是这些威胁恐吓也好，我认为中国在接下来他们不知道会不会也出手，包含这个国台办在昨天也有针对罢免的行动有一些说法跟内容，那其实跟在野党的说法看起来是很一致的。那所以在接下来中国势力会不会对大罢免也未来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在接下来的局势里面，对于公民团体来讲，对于这些要支持罢免的公民来讲，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认为是绝对不能松懈。民进党赖清德主席会在最后阶段里面整个直接站到第一线嘛？因为曹兴诚先一直在呼吁说，不要再什么什么，就直接站到第一线，尤其到最后那一阵之后，一定要站上来，跟他们大家站在一起。你觉得赖清德总统，因为同时是民党主席，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是要站到第一线吗？我认为赖总统当然他自己在总统的位置上面，他也有他的高度跟对整个国家的看法。那我觉得其实在他现在的这几个这个实讲里面，其实他讲得出非常多的立场，大家其实听了也很清楚。他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台湾的局势，从台湾的历史上来看，反共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就说在接下来赖总统会不会在最后有一个大集结？我认为不论他有没有真的站到我们这个你说护国绕境的台上也好，亦或是他仍然继续保有他在总统的职位上来持续的发表他对台湾未来局势的看法跟这些未来的方向也好，我认为他的定调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反共保台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而至于最后人民要怎么选择，这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其实我去站路口的时候，很多人看到我讲同意，也有很多人来跟我讲不同意，我就说对啊，就是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你726也是去投票，因为这就是民主自由国家，大家都可以出来表达意见，最后就是人民来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立法院，想要什么样的台湾。是刚曹兴诚直接呼吁赖清德总统不要忧谗畏惧，站出来吧，合体吧，你们怎么看？现在到底谁当总统？是曹兴诚在当总统，还是赖清德在当总统？如果曹兴诚随便讲的话，赖清德就要听的话，就要去做的话，直接让曹兴诚下次来选总统就好了。曹兴诚在这一次里面卷起这么多的千堆浪有这么多的这个朋友、年轻朋友觉得他是一代宗师一个人的武林，那就下一次请他来争取来选总统。看这个曹兴诚能够有说服力，还是赖清德有说服力？所以我就觉得赖清德说，你不能帮人家牵着鼻子走啦。就你过去是一个所谓的择善固执的人，如果曹兴诚今天讲几句话，然后去跟林右昌拍桌子，你就得听曹兴诚的话，那你当什么总统？如果说曹兴诚可以让你可以牵着他鼻子走，
真的，那赖清德总统不要做。那更何况我看最近萧美琴接受一个外国媒体专访的时候，讲了80分钟，很多的想法跟赖清德不太一样。比如说在两岸的部分，萧美琴的讲法是希望就维持宪法，然后跟两岸之间就基本上维持现状。然后两岸之间这个基本上一个和平往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民进党里面或者是泛民进党系里面，到底现在是要听谁的？是要听冲组的，还是听这个，还是听另外一个，还是听这个蔡英文过去这些讲法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也看得出来，我觉得赖清德他自己内部一些领导危机已经慢慢的出现。我讲一下啊，就是说我不觉得这个刚刚思刚讲说萧美琴副总统跟赖清德总统之间对于两岸的立场有不一样的态度。那当然我觉得在过去从赖总统这个他过去担任副总统，然后一直到现在在这个位置上面，他对于两岸的立场其实很清楚的，就是反对武力反对对台湾的任何武力威胁，以及反对中共的任何威胁。我想在这个事情上面是非常清楚而明确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和平对等的前提之下，这个前提要存在啊。很显然的，现在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哦。那所以当然赖清德他作为总统的立场，他展现出这样的态度，那跟萧美琴副总统是讲的并没有冲突啊，这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不觉得这两个立场但外界的解读，包括外媒的解读，却是很不一样。OK， 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当成大家观察的一个点就好了。OK，文扬老师，好，第一个。对于所有这次罢免的氛围下去，因为大家在算票的时候，蓝白通常都算在一起。对，现在看起来的话，白营包括黄昌主席，因为这2天他还有人在讨论白营里面到底那个2年条款，要不要继续往？对，要不要继续往下？这些一路往下走，会影响到整体在大罢免里面，包括蓝白之间的合作啦，或所有他们的票数的总集结，对，会有影响吗？您本身在军事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像每一次只要有海空号要要海宣要什么的时候，大家就会讲。那巧芯今天有解释什么叫浮起来，是他有解释这些事情对徐巧芯委员来讲的话，在这一席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好，这个从徐巧芯讲过去跟蓝白合哈，这个其实刚刚好，因为最近发生一件事，先讲徐巧芯啦，因为海空号现在就在海侧，他就在高雄港开来开去，高雄港还特别为了他把那个直播关掉了，就港口的直播全部关掉。那当然还是很多人可以去拍啦，但是一般人拍可能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测试嘛哈。好，那当然徐巧芯之前被大家截录下来，里面很像迷因的片段之一，就是那个浮起来啊，浮起来就有钱啦，所以现在就很多人去找他说。已经浮起来了，所以他居然需要解释什么是浮起来，就代表这个事情已经很严重了，就已经造成他什么叫浮起来？什么叫浮起来？因为人家现在明明就在浮嘛，徐巧芯的意思，他本来就是浮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要下去之后再浮起来，要有潜航能力。所以徐巧芯不止港事，还要去海事，海上要能够在海上正常运行，因为海浪波浪比较大嘛，然后还能够潜下去再浮起来，然后再来去解冻云。好，这些东西其实他需要解释嘛。其实质疑徐巧芯的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徐巧芯在那边呛是什么意思啦，就大家心中也知道，就是完成了整个测试的意思嘛。可是你现在就被人家嘴啊，用迷因的方式去嘴。有没有造成影响？徐巧芯现在在地方上面临罢免，还真的就是这么浅的事情。有些可能外省籍的长辈对于浮起来是非常感冒的，那有一些可能是比较高知识分子、高收入阶级，对于中指的部分是比较感冒。所以徐巧芯他要解释的不是我为大家争取到什么，而是中指的含义。以及浮起来的含义，中指的价值。浮起来的含义，你刚解释，我们大概知道，原来有不同，一个是一直浮着，一个是潜下去再浮起来。中指的含义有什么？中指说他不后悔啊，就是他觉得就是李坤城就是这样，就是需要去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的意思。好，那当然啦，这样的讲法能不能得分是一回事，重点是你现在这一局里面，你接下来在立院做什么？有什么任何的问政重要吗？像傅昆萁在那边，哇，很生气，为什么？因为傅昆萁的命脉就是替花莲抢钱实际上，我觉得交通部长也很客气，也没有现场砸他的场，因为实际上为什么他其实也不是什么可行性评估啊，说穿了被打回来，就是因为花莲1毛都不想出啦。其他地方各县市都有出，为什么你花莲不用出？
交通部长很给面子，你要跟我延伸战场，我就跟你延伸这一点，到时候大家一起难看，效果业力又爆发到全台湾。同样的，徐巧芯也是，徐巧芯的业力原来也是爆发到全台湾，但现在他有点收了，比较不会有问题，但是他必须面临一个很现实的，他之前动了那么多，他现在就要去把它解。可是有人不怕大罢免谁？民众党。对民众党来说，我还要继续跟那个行政单位谈判啊，所以才会发生就是徐巧芯要解冻，但林义君不同意。那林义君当然他自己也是成黄国昌的意思。好，徐巧芯的说法很妙，他说啊，我们私下再来沟通啊，机密的互动。奇怪，解个冻为什么需要机密的互动？显然有一些战术操作上的考量。我什么时候这个去做什么事情，对于我的反罢免有帮助，那你们就麻烦配合啊，了解我们的苦心。好，为什么会需要有这样的动作？因为就我所知哈，蓝营立院党团已经有一种说法，就是黄国昌的东西不是要全部买，特别是从黄国昌提延会到831，然后立刻就有一个黄国昌提的废监院的案子，再有些解读蓝营的解读就是黄国昌帮傅昆萁等人去铺了一个延到831，然后另外一票人立刻去帮他废监院。可是废监院这个五权宪法的东西又触及到国民党的，虽然已经不太算神主牌，但还是算神主牌的五权宪法。好，这一块真的有点太超过了。为什么？现在急着废监院吗？对于大罢免有帮助吗？反罢免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你搞这个干嘛？所以有人也放话，最后的蓝白合可能就是1万块的那个事情，想办法让它过了，过了就是等了7月以后也许可以发了，不知道。但是重点就是已经有一个快要解体的感觉，可是这要牵涉到就是黄国昌的持续权利，也有人会讲说，是不是撑久一点？黄国昌这个要素在明年1月31号就没了，因为2年条款。好，那到底2年条款会不会要删掉？因为8月份他们要开全代会啦，到暑假一般都会开啦。民众党自己要开，那最近就有人在放话就是说可能会有人提案，基层的党员会去提案啊，党代表提案。那党代表提案，那党代表大会它是有真正的效力，他如果决议的话就是要施行。因为黄国昌有说过要由下而上，会不会有好事的人去提这个案子？因为要注意黄国昌的党代表其实没那么多一定要透过其他人的党代表去提那如果还真的抽到了一些现任的立委的人，去提这个案子，会不会有点太难看？因为就不只是黄国昌活下来啊，大家一起超度了，就现任的一起延任了。好，那这都牵涉到柯文哲法统和黄国昌时代这两者的矛盾问题。我觉得这个当然了会引起后续的一些争议啦。这都牵涉到柯文哲法统和黄国昌时代这两者的矛盾问题。我觉得这个当然了会引起后续的一些争议啦。但是说穿了之后，我是觉得里面也有大罢免见缝插针的成分。OK， 所以刚刚对于你刚刚一直在过程当中强调赖清德总统10讲里面的2讲，尤其那个杂志说蓝营对于这一件事情，我看了所有的那些，就蓝营反应非常非常强烈。继续讲下去。真的吗？千万不要停，不能停。就是后面什么，他后面要讲什么宪政，然后两岸关系，包括这些林林总总的，基本上我觉得就让他讲，因为作为总统本来就应该把他的想法很诚实的跟国民来做一些交代。OK， 那你说讲两岸关系，在他520的时候，很多人期待他在520的时候讲两岸关系，那个时候不讲。然后拖到现在1个多月以后再来讲，所以显然他这个10讲基本上是一个精心规划的过程，而且也许柯建铭还参与了当中的一些规划，否则柯建铭不会讲说，哎，这个最后呢会这个总统的大巨星的 super star 最后才会出来站台，那这个10讲的时间点显然就是跟大罢免相互的来融合，然后又说呢7月是团结月。那为什么6月不用团结，5月不用团结，1月不用团结，一定要7月才团结？那所以这些林林总，大概就是为了大罢免来做设计的。但是我想赖清德跟他的幕僚万没有想到，今天的效果出来是一个反效果。你这个第一篇里面
大家讲的，除了这个传统的台独史观之外，这个大家已经知能详了。我本来很期待，就你真的讲哇，真的讲出了什么东西出来哇，蓝营的这个神主牌又要被你抢走。那我第一讲听完之后，我觉得啊，又是回到以前那个老的路线。坦白讲，就蔡英文对于民进党的两岸关系跟国家定位，其实蔡英文往中间偏移了一点，包括这个偏移呢是连美方都觉得很放心。OK， 但是你现在赖清德又拉回去了，又拉回去变成传统的台独的讲法，所以他的讲法基本上的扩散力基本上不够，基本上不够。可是那个你们反应没有那么强烈，你们对于杂质说，对那个反应强烈到，因为第一个他本来那个之前讲那个叫什么象啊？长毛象不是啊，他不是叫长毛，他有一个学名的草原猛犸，猛犸象不是长毛象，长毛象跟猛犸象长得不太一样。OK， 他叫猛犸象啊。那本来大家讲猛犸象讲了还2天才酸一酸，就没想到杂质说又出来，杂质说又基本上盖过了猛犸象，因为那个感觉更强烈嘛。原来我不支持民进党，我没有投赖清德的，我就是杂质。我就是杂质，所以网络上出现说很多的一些贴纸啦，然后还有其余人写我不是杂质，就类似的那种梗图都出来，所以其实这种讲法，其实对于大家的那种感觉来说更像，比如说像没有台湾人应该是杂质，在网络上、在贴纸上、在脸书上，很多人就开始换这个了。其实赖清德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的出来的很多的讲法基本上根本没有达到你的效果。然后我也觉得帮赖清德写稿这些文胆，我觉得整体的掌握度跟文字的运用素质，我觉得远不如蔡英文时期。来，医生，国民党讲民进党台独这30年没有变过吧？刚才肯定的蔡英文，相信我，蔡英文在当总统的时候，国民党也讲蔡英文总统台独，相不相信？掉袋子一堆，而且有没有不一样？都一样啊，从头到尾赖清德就延续的蔡英文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嘛，有变吗？没有变啊。杂质说，我觉得刻意挑拨啊，刻意挑出杂质这2个字。赖清德总统讲得很清楚，炼钢的过程呢，要用锤子去锤这个钢，那这个钢呢，它的杂质就会不见，会越来越坚强，跟无敌铁金刚一样嘛，越来越坚强哈，这是无敌铁金刚。但是锤子是什么？锤子不是赖清德说了算啊，锤子也不是马英九说了算啊，锤子不是张思刚说了算，锤子就是台湾的自由民主跟法治嘛。共谍案蓝绿都有，都办。法治就是杂质，清掉杂质的手段嘛。民主是不是手段？当然是手段。侯友宜不让马英九相信习近平上台，为什么？怕选票不见啊。怕选票不见，不就是民主的威力、民主的锤子把马英九锤下？侯友宜不让他上台吗？连国民党都知道不要相信习近平，因为为了选票，连马英九也知道。马英九参选的时候讲过什么？对于台湾有利的话，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这是马英九在选总统骗选票的时候讲的。现在呢，会不会再讲这句话？不会了，骗完了嘛。但是代表一件事情，民主的威力让马英九都要反对马英九嘛，让过去选总统的马英九都要反对现在还在中国访问的马英九嘛。这个就是民主的威力啊！自由民主。法治就是台湾的这支锤子，不断的锤下去，就会把这个杂质清掉。而大罢免就是民主的手段，就是这支锤子，最后的投票会决定谁是杂质，谁会在立法院会被清除掉。杨幂，蓝白阵营是寄望用尤其像最近赖总统的杂志或这几篇里面去在整个氛围里面做绝地大反攻吗？我觉得赖总统他可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他这一次的出来，当然他会是一种，比如说当他在第2讲把选举跟罢免连结在一起，他很自然而然就跟这一次大罢免连结了嘛。那本来这应该是叫做如同曹兴诚先生所期待的，就是赖总统去帮某种程度叫做很不明显的去帮罢免去催票的概念。去帮罢免、去催票的概念，这应该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效益哦。但是相对来讲，
对蓝军来讲，为什么我刚刚思刚第一件，请继续讲。因为蓝军发现那个当你有一个标的，可以把7月26不只是保护立委，因为很多本来讲不同意，你要去救这个立委或怎么样的，然后呢，你要那个立委的个人特质要很凸显，你才能够让蓝军动员出来投。可是现在有一个赖清德出来所有这24+1，所有人都是讲什么？我们不同意赖清德，就来投不同意票。他的动员的标的改变了，他不再只是救立委，他更可以直接变诉诸成说，你今天你同意赖清德讲的话，那你去同意啊，那没关系，不同意的各位你们就出来。而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尤其是所谓民众党支持者，你可以发现，即便是正传媒民调今天公布的，民众党支持者里面也有问到赖总统的满意跟不满意嘛，民众党支持者不满意的比例更高，比国民党还高，所以。这一块现在对蓝军或者说对整个在野阵营来讲，他们甚至是非常乐见赖总统赶快后面这8讲能够继续发挥他的这个所谓他领导的能力，就是说尽量来不管是什么杂质论也好啊，什么什么，其实对在野阵营他们需要就是一个标的，因为一开始他们很多人都在讨论嘛，就是说7月26你要人家投罢免罢免要投票的动能不容易点燃出来。但是当你今天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说我要反对他的时候，那这个能量就有点像是你罢免方是说，我因为讨厌这个人，我要把国民党这个换下来，我要把这些立委拉下来，我要去投罢免票。他们同样的，你讨厌赖清德，你就可以转移变成一种动员的能量。所以当然，也许可以再过几天，也许会有一些民调就会针对这样的一个诉求，有没有可能直接连结去看那个效应？但目前看起来，整个蓝营的社群确实比这个赖总统开讲前更热的。小宇，你自己的观察，因为你可以看到第2讲对赖总统来讲的话，国家团结10讲，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这会有什么不对。国家当然需要团结啊，团结10讲所有的这些内容，但这个内容出来以后，会不会出现刚才杨明讲的蓝白阵营找到了？因为本来他们好像有人要诉求什么对赖清德的不信任投票啊，类似这些。可是当赖清德总统这10讲，尤其第2讲这个什么杂志说这些出来了以后，是真的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直接转换的吗？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有一个概念置换的一件事，就是不管赖总统那个文是怎么讲，但现在有很多蓝营或白营的朋友就直接开始讲，有没有？你只要是没有投了蓝营，你只要没有投了赖清德的，你就变成是所谓的杂质。你知道那个是概念换制，已经换到60%去了。有很多蓝营就一直不断讲，你看怎么会有60%？就是这整件事情就一路这样烧下去啊！为什么要自己对号入座，说自己是杂质啊？那譬如说，还有那个曹新来说什么那是人渣，不是？为什么大家不管是人渣或杂质，为什么要自己对号入座呢？就算我是反对党，我是在野党，我也不觉得我是杂质啊。对，那你这个思刚有对号入座吗？那如果你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给的整个概念就是你不走我这一条路的，你就是杂质。没有，它里面讲的，它最主要的就是捍卫主权、守护民主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那如果要去守护、淬炼出这个核心价值，在这前面一定会经过千锤百炼，然后把它这个打掉杂质。刚刚前面赖总统讲的是这个嘛？何必打掉杂质呢？没有，他的意思就是炼钢，你就讲千锤百炼就好了嘛。千锤百炼就没事啊。关键字是罢免，罢免与杂质。就是用选举跟罢免。它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民意，要用民意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罢免跟选票。选举罢免这是制度，这是台湾的民主制度啊。台湾难道没有罢免制度？就是有嘛。过去蓝营也有罢免绿营的民代啊，有吧？有啊 ，Freddie 有被罢免过，黄姐也被罢免过，都有。所以大家都去走这个民主制度。那针对大家对于觉得不适任的蓝白、蓝绿白，大家都可以有各自认为不适任的立委。所以透过这个过程，民意的过程千锤百炼。要不然为什么我们要选举？选举的过程就是透过民意，把我们认为好的跟不好的把它换下来，好的换上去，这就是过程啊。要讲现实，你非得要包装的，这我觉得啦，就是说。大家去过度解读赖总统里面所讲的，他讲的就非常简单。
台湾的民主发展要最后是全体国人，包含所有的在野政党都认同守护台湾，也认同说，如果有敌对势力，包含中国要来侵犯国家武力威胁的时候，大家要团结一致，这是赖总统非常重要的核心。都认同守护台湾，也认同说，如果有敌对势力，包含中国要来侵犯国家武力威胁的时候，大家要团结一致，这是赖总统非常重要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在民主选举的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选出，无论你是蓝营、白营，甚至是绿营，都愿意支持这个概念啊。如果是蓝的，你也认同都支持要保卫台湾啊，那这样保卫拥护子当然，那你们就不用对号入座啊。那句我会讲的是啊，对不对？我讲很多他这个是脱稿演出啊，他这个幕僚并没有并没有讲说打掉杂质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啊，政治人物脱稿演出，往往讲的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反是他真实的意志。对，对，所以我想大家你也是政治人物嘛，好，就幕僚给你准备的质询稿，跟你最后可能会加几句，不管形容词也罢，或者描述事实也好，这是你内心的最明白的、最直觉的反应嘛。那我们去看一下赖清德总统最直觉反应就是打掉杂质，把他不喜欢的人就当杂质一样打掉。我相信过度引申，不是他不喜欢，是人民用他民主的选票去淘汰也不应该用的立法委员，这叫做打掉杂质。不应该用杂质，也不应该用杂质。那你民主的过程，好，那过去你们蓝营蓝营的这些政治人物，我们没有说要打掉杂质啊，就讲说我们输了就认啊，就说4年后再来啊。大牌是边缘人，然后甚至还讲说是狗便便，然后马文君说人家是福寿螺，蓝营的媒体人说南部人是低端，这个时候你们有跳起来吗？也没有跳起来啊，你们也跳起来去修理他们啦，你们也没有，你们也没有对他松手啊，你们没有对他手软啊。所以那总统的说法，他是要跟你在一起吗 ？OK， 所以赖小玉，我就揪一串，总统之所以乔一晚没事，耽误10秒。总统之所以为总统，跟其他的政治人物不一样，第一个他就有高度、气度，还有心胸的宽度。他才当总统嘛。如果说一个总统就跟大家一样，每天就接骂，像话吗？小玉，不是罗明才委员不要唱歌，对，你也不要随便讲，你不要随便讲什么对号入座这些，好不好？你不要随便讲，你看搞成什么样子？是，你讲你的就好了。我下班好，明天见。你要抢工作，来，最后了。那最后了，就说即便今天我们是这个就是。未来执政党不是谁啦，我们就算监督，我觉得我也不会承认我自己是杂质嘛，所以这种就不用对号入座。但是啦，坦白讲，如果真的要去这个脱稿演出的话，刚刚有一个最新消息啦，就是说马英九在这个对岸在敦煌那边访问的时候，他自己承认他是脱稿演出哦，他说我今天真的是脱稿哦，而且他知道今天有很多媒体来，他讲了一个他说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两岸和平民主统一哦。他讲到统一这2个字，他说这是他内心真正的想法，而且他承认他自己是脱稿演出。哇，那这下子讲到统一，我刚刚看到很多这个记者群组已经在里面讨论，讲说哇，那国民党会不会死定了？又要帮马前总统这句话。我帮小玉补充一下啦，他说他后面还有一句说和平就是不动用武力，然后民主就是尊重台湾民意。好，所以他有一个完整论述嘛，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马总统就是那个所谓赖清德要打掉的杂质啊。是啦，但是他有一句话。我觉得也蛮妙的，他有点矛盾啊，因为马总统说这个还是要尊重台湾民众的意愿。问题台湾民众的意愿是两岸和平民主独立分开啊，没有要统一啊，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到这个，反正他是承认他真的是脱稿演出啦。OK， 那接下来呢？现在不管是马前总统的一些的发言，当然那个赖总统为了整个国家，你看到这所谓的团结实讲，接下来还会有好几篇。那对于整体国内来讲的话，包括对国内的团结的氛围，甚或再来讲对国内接下来在7月26号以前整体的政治氛围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各阵营之间，包括未来的一些的活动，到底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